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6月3号到6月9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垫脚石那个文具嘛，垫脚石广告投报成效飙6倍。垫脚石利用 AI 技术改进行销策略，成功的将数位资料标签应用于消费行为预测。此策略大幅的提升营销的效率，导致广告的投报率飙升了6倍。并且未来有潜力继续扩大市场影响力。第二，酷鹏去花莲赈灾。酷鹏就韩国的 Momo， 韩国 Momo 这个酷鹏，他在6月6号派遣高层前往花莲救灾，展示了公司在社会责任和迅速的决策能力。此举不仅提升了公司的社会形象，也利用此机会宣传他们的服务。第三，蔡阿嘎开除元老级员工。蔡阿嘎发出一个声明，开除了一个工作10年的伙伴，因为找了顶尖的事务所来发声明，那这个事情应该算很严重，希望他们快点振作起来。记得订阅加按赞，我是电商托尼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新闻跟事情，这样我会挑出3则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那这一集我们讲是6月3号到6月9号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垫脚石广告投报成效飙6倍。它这个新闻的标题是写说迈向超个人化转型，垫脚石广告投报飙6倍。那简单讲一下就是30年的图书文具通路垫脚石，你应该去过那数位转型成功，利用 AI 技术，当消费者在卖场购买小学3上的自修书，小学3年级上学期后台即自动贴上亲子年龄的标签，推荐亲子教养书籍、儿童保健品等项目。那且半年后会自动推荐3下的自修书，目前的成效很好，广告投报飙升6倍。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你看实力来了。我们上个礼拜才在讲成品强化布局实体通路，并且积极的拓展线上会员。那这礼拜就出现了成功的案例。垫脚石分享的数据是每个月 LINE 的好友新增超过3000人，那唤醒未结账购物车的成本节省30%。假设你要投广告来做，要投出这个成绩是要花很多钱这个就是线上跟线下整合的威能。不要忘了，这是可以延续的就像刚才的案例小3的小学生他还有小4、小5、小6啊，国中啊那或是这个妈妈不只生一个啊，这种拓展性是非常庞大的。第二个新闻，酷鹏去花莲赈灾救灾。好来，这个标题是写说花莲赈灾，酷鹏火箭送爱，美语共读好莱坞动画经典原著。就他们不是在推那个火箭快送吗？对，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酷鹏又来了。你看上一次403地震的时候，酷鹏就捐了200万给卫福部，然后现在6月6号又让高层飞去花莲赈灾。我看那个高层好像是洋人还是什么，都看不太出来。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啊，我也知道这是公关稿啊。但你不觉得很猛吗？我们4月的时候已经有讲，酷鹏这种国际化的大公司，你看他一张签呈要跑多久？然后要拨款下来有多久？然后他们那么迅速就完成捐款，然后现在高层都人就直接到花莲现场去，这个决策速度真的很快真的很快。我未看先猜我们台湾的一些大的电商通路公司你光上一个签呈你慢慢跑吧，大概都是2个礼拜一个单位这样。那我新闻稿重点直接画给你看就是火箭跨境、火箭速度副总来了火箭速配。对啊，他们就是在宣传他们的火箭速配跟火箭跨境，但人家就很会讲话，还讲得让你很舒服嘛，形象牌是打好打满，又一次刷新好感酷鹏会血洗台湾市场，这真的是执行力绝对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除了台币战士以外就执行力好。第3个新闻，蔡阿嘎开除元老级的员工那这个标题叫做昔日老战友翻脸，蔡阿嘎开除元老级员工罗拉。好，简单讲一下就他们工作室发一个声明嘛，说终止与罗拉的牢固关系，因为他做出影响公司利益的事情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到底对方做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揣测虽然那个乡民啊大家都在猜反正就是什么偷接业配或是什么，反正就是中间有拐钱的行为因为他平常会分享一些买奢侈品，然后他一个员工不应该有这么庞大的财力这样。好，
那比较特别，他今天找万国法律事务所，这是台湾顶尖的律所呢，所以事情应该蛮严重的哦。那我相信这次的问题应该是真的出在罗拉身上。蔡阿嘎虽然争议很大哦，但是通常影片的内容有争议而已，他不会去搞什么人设崩坏的事情哦，开始什么吸大麻或者什么。好，所以我相信哦，他如果是那种惯老板，早就被他爆出来。你看过往多少人设崩塌的网红或 KOL。对啊，那蔡阿嘎也被骂那么多次哦，也没有听说什么他人设方面有一些崩坏的争议，所以在人品上哦，我至少个人是相信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也希望他可以赶快振作起来。我相信这种10几年的员工离开对他们团队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6月3号到6月9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垫脚石广告投报成效飙6倍；第二，酷鹏去花莲赈灾；第三，蔡阿嘎开除元老级员工。讲八卦讲八卦。我跟你讲，电商就是这样就一直出新的东西从以前的 CRM 顾客关系管理到 CDP 顾客数据中心，然后到现在又推了个 RMN Retail Media Network， 好，反正就是零售业的广告，你可以这样子简单的想，就像垫脚石就像 Momo 这种的Momo 自己站内的广告系统然后它外面可以投广告，好，大概就是这样。这不是什么新题目，只是说现在AI 的介入，让这整个东西就更有机会去做出更漂亮的成效不然就虾皮广告站内广告这有什么好讲但不同的是。虾皮嘛，那同一个账号他买什么东西很清楚嘛然后就会变成说他可以去贴标签，就像垫脚石的事情一样，广告主就可以针对这些比较精准的受众去贴标签。那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我是这样子判断的你一个 retail 的通路就销售通路它毕竟只能捕捉到销售端的资料。这讲的是像我们前面讲垫脚石那个小学自修书的案例 ，OK， 好，这个是果，好，这个是果。那你要往前去推更多的因那可以怎么做？可以先说这个目的是干嘛？这个目的是让标签更精准，去把那个受众的 persona 去规划的更明白好，那这边要依靠的就不会是只有销售通路的资料。我比方说，其实我更看好成品为什么？因为成品它不只有电商销售而已，它很多那个文章杂志那电子报这些东西它就可以捕捉到说，除了销售行为以外的数据，比方说，这个账号它就是个文青他特别的喜欢那个东欧小国的东西文章然后有 IG 按那 FB 他出来他都按赞然后你推那个日本的他反而没什么兴趣。好，那我们捕捉到这个资料就可以尝试推他一些东欧小国的一些文青艺品嘛。对啊那所以我会说你既然都要贴标签了，你就不要只贴销售端的标签，你去做其他的产品，叫做比方说阅读端的读者端的标签或是一些反正你就去收集这些标签以我刚刚举的例子，因为成品他们就出那些很文青的杂志嘛这些电子报都很好看，都很漂亮这样，所以这也是标签的一环。而且它能够捕捞到的就不只是销售行为而已，一样销售行为这个已经是结果了，这已经是果了那如果你用其他的媒体去影响它那你可以捞到更加精准的资料。所以垫脚石这个应该，我跟你说养一个编辑团队这没有很大的花费可能就4到5个人，然后一直出什么日本文具大赏 OK 好，然后又出什么美国儿童桌游好，这种一种档期的，然后也就边卖嘛，然后边介绍你就寄电子报，你就去看说，或是发赖，你就看哪些账号对这个有反应，这个也都是一个更加精准的标签就是从兴趣到行为从兴趣到行为，而不是说我们只着眼在看行为这个是小三，然后我们就各种幻想这个小三会生小四，然后怎样 OK， 这当然是条路，但我会认为说这个 persona 可以规划的更明白去养一个编辑团队，就4个人一年花不了多少薪水然后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要去扩大影响力，这样就好了让垫脚石的杂志会有更多人看然后举办一些很特别的专刊比方说就刚刚前面讲什么日本文具大赏如果出那个我一定看，对不对？日本文具那个巧思非常的多，很厉害对，好，然后就顺便卖日本文具不然呢？对，你只看行为你就会歪掉这个都是小学生，然后你所有的思考就是往小学生那边去
好，那如果这个家长来买单的，那你是要怎样从小学生回推出家长的行为兴趣？你用这些杂志啊，用这些媒体啊、短片啊、影片啊、podcast 啊去影响他，那贴更丰富的标签，那日后在做这个结账销售的这个几率更大。好，以上讲的都是通路商，就像垫脚石那种。它数以万计的产品，然后都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牌子。那品牌商可以怎么做？品牌商还是认真的去 cook 会员再行销，因为你的产品项目就这些，所以你就是一直去讲产品的故事，那个消费者的见证，然后把它写得很动容啊，令人动容，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啊，而不是促销性这样就好了。跟你分享 RMN 啊，RMN 这个东西我未看先猜，这又是个叫好不叫座的，反正就是浪潮，就一波一波。最近在夯什么，但我很明显能感觉到这 RMN 没有很厉害，对，没有 CRM 厉害，这种等级的厉害，这可能是一个时代啊，反正就红一下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它大通路才能弄的事情很像大通路内部的专案，不应该是扩展到整个电商界，大家都会花心思去研究的东西。你这要研究还是 CRM 还是会员这是根基。这从战后婴儿潮就研究到现在呢，对啊，他怎么会输？刚开始推出的这个 RMN 说穿了就是贴标嘛，那你能贴出多少标签？那这个标签跟这个结账的转化率这真的正相关有多少？你与其去研究这个，你不如好好的去做会员再行销，你知道？好了，跟你分享，大概就是这样。电商就是这样日新月异，现在 AI 又跑出来那一堆我们以前在用的技法都可以重新升级那RMN 显然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